皇上不小心磕到头，失去了关于我的记忆。我赶到勤政殿时，听见他语气激动地对我爹吼道：朕居然立了你这个老狐狸的女儿为后，绝不可能，不行，朕要废后。我强忍泪水走进去，他盯着我，倒吸一口冷气。这个好，朕要立她为后。已经当上皇后的我。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急忙赶到勤政殿时，听见我爹和李景业在里面吵起来了。长这么大，从未见过我爹如此生气。都叫你不要表演后空翻了，你偏不信，非要。这下好了吧，把自己翻成傻子了，还说要用这招哄。李景业坐在龙椅上，脑门上还顶着刚磕出来的红印子，眼神茫然，缓了一会反应过来，打断我爹的话：朕堂堂一朝天子，给你这个丞相表演后空翻，说出去有人信吗？我爹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确实没人敢信，你却敢做。要不是我拦着，你原本还打算给我磕个头。李景业瞪大眼，满脸不可置信，你怎么不说你是朕的亲爹？我爹沉默几秒，亲爹倒不是，顶多是你岳父。李景业闻言第一反应：来人，把这个骗子，呸，疯子打出勤政殿。一旁的太监们连忙跪下，颤抖着声音阻拦他。皇上，丞相的确是皇后的父亲，您全都不记得了？李景业一下就炸了，朕怎么可能立他这个老狐狸的女儿为后？是不是他逼朕的？不对，朕什么时候有皇后了？这话一出，我爹气的仅剩的几根胡子都翘了起来，阴阳怪气起来。不知道是谁哦，我不肯把女儿嫁给他，就天天带着玉石跑到我面前表演胸口碎大石。哼，还堂堂一朝天子，国还在全靠先皇根基打得稳。李景业还是不信，你是不是还记着朕小时候剪秃了你胡子，粘在你光头上的仇？居然让你女儿当朕的皇后，不行，朕要废后。听见他说废后的那刻，我步入殿内的脚步一顿，插在发间的鎏金不摇，因为我的失态簌簌作响，像是在替我发出控诉。原本堵在心间的担忧全化为委屈，汹涌地冲上眼眶，眼泪跟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无声落下。我这副狼狈的模样，恰好撞进了闻声抬头的李景业眼中。偌大的宫殿先是安静了一瞬，随后回荡着他倒吸冷气的声音。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平日里在朝臣面前晦涩莫测的眼眸睁得溜圆，那眼神有点像他看见御膳房刚端上桌，冒着热气滋着热油的炙羊肉，又亮又直。俊朗威严的面容在此刻冒出一丝傻气。在我爹气的胡子又要翘起来，准备继续吐槽时，李景业猛地一拍龙椅扶手，大声昭告：这个好，朕要立他为后。对此，我爹只有一句话：先皇的根基还是打得太稳了。我站在原地沉思了几秒，试图跟上李景业的脑回路。立臣妾为后。他认真而笃定地点了点头，随后听到我的自称反应过来：你是朕后宫的哪位妃？不对啊，朕的后宫有妃嫔吗？我在李景业眼里看到对我的陌生，积压的眼泪又渐渐蓄满眼眶，眼瞧着就要落下来。李景业慌了：你别哭啊，不是说了让你当皇后？好事啊！我爹在一旁悠悠出声：谢皇上啊，我闺女1年前就已经是皇后了，用不着您费心再册封一次。李景业闻言瞳孔地震，目光聚焦在我身上：你是朕的皇后？我泪眼朦胧的抬眸，一滴泪恰到好处悬在睫毛间，将落未落。前皇后。我爹凉飕飕地纠正他的措辞。李景业一噎，想说些什么和我解释，但被着急忙慌跑过来的太医们打断了。太医们结合小伤口和症状，眉头紧皱好一番诊断。不知道安静了多久，他们得出结果：肾区震荡，引发气血逆乱，臣等拟施还需静养，以观后效。翻译过来就是：李景业失忆了，一场只针对我的失忆。太医们见情况不对，得到我的允许后，擦着冷汗，匆忙退下了。我爹担忧地看着我，欲言又止。我朝他摇了摇头，他叹了口气，缓慢挪动脚步离开。我没想到这么玄乎的事会发生在李景业身上。
他还在偷偷拿眼风去我，那眼神里充满了陌生、好奇，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激动。这样情绪外露的李景业我没有见过。成婚1年，他在我面前总是维持着属于帝王的威仪与疏离，与我相敬如宾。我主动替他更衣，他直接弹射起步，离我3米远，喊他夫君，他立马眼神闪躲，制止我。我朝他笑，他盯着我不说话。后来我单方面和他冷战，李景业或许是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气狠了，便冷着脸在我面前舞剑。舞完，问我还生不生气。我这人吃软不吃硬，觉得他在威胁我，更不想搭理他。然后我听见他低声骂我爹是老狐狸，又骗他。种种迹象表明，他确实不喜欢我，只不过是为了拉拢我爹，来稳固他在朝堂的绝对权势，才娶的我。所以看见眼前这个会因为我一滴泪就方寸大乱的李景业，我心口的委屈被一种更新奇的情绪取代，像是走在路上突然捡了个会自己表演后空翻的稀罕玩意儿，有点好笑，又有点手痒想逗弄。我抬手用帕子轻轻按在微红的眼角。原来如此，皇上龙体要紧，失忆便失忆了吧？李景业眼前一亮，你不怪朕？我垂眸，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怪？臣妾为何要怪？皇上不过是磕了一下头，忘了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罢了。太医说了，静养就好。我刻意加重了无关紧要4个字。他英挺的眉毛拧成了麻花，那张失忆后在我面前显得格外纯真的俊脸上写满了愧疚和心虚。这肯定不是朕的本意。他看向我，语气放软。皇后，你给朕一点时间，朕肯定能把你记起来。我抬起湿漉漉的眼睫，君无戏言。君无戏言。我朝他露出一抹笑容，红唇轻抿，露出梨涡浅笑，笑眼弯弯的。李景业看着我的笑容，又一次不说话。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猜测，他是看我看直眼了，对吧？回到凤仪宫，贴身侍女枫叶一边替我拆下沉甸甸的头饰，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镜中的我。娘娘，皇上原本就勤勉，鲜少踏入后宫，他斟酌着用词，小心地避开冷淡2字，这下对您失忆了，会不会更……他没说完，未尽之言我清楚。放以前，枫叶的担心不无道理，可如今，夜幕降临，我抱着一个软枕，推开了勤政殿东侧阁的门。烛光摇曳，将李景业俯首批阅奏折的侧影拉长。皇上，我声音温软得像山间小溪，潺潺又悦耳。夜深了，该就寝了。语调自然的好似我经常这般提醒他。李景业握着朱笔的手一顿，一滴饱满的朱砂落在案桌上，晕开一小团刺目的红。他愕然抬头，撞进我笑盈盈的眸子。就寝？你与朕？今晚？是呀，我将软枕轻轻放在床榻内侧。皇上您失忆了不记得，平日里您每晚都与臣妾同眠，说是如此才能安睡。走近他，绣鞋间几乎抵上他的龙纹靴。我抬起眼望着他，一字一顿说道：这话是您亲口说的？啊！李景业懵了，他越努力回想，神色越发茫然。朕会说出这种话？他尾音发颤，自我反思。不会。我在心里默默回答他，面上神色不变，抬袖轻抚过他襟前褶皱，指尖若有似无地擦过喉结。不光如此，您还总爱抱着臣妾睡。瞎话越扯越顺口。李景业闻言，先是瞳孔猛地一缩，仿佛听到什么天方夜谭，随即那震惊迅速化为难以置信的羞窘，清绝的脸庞腾的一下红透，连带着耳根脖梗都染上红意。抱着你睡？李景业像是被自己的话烫到舌头，声音都劈了叉，尾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朕居然做出如此。他如此了半天，像是找不到一个既能维护帝王尊严，又能准确描述自己这一梦浪行为的词，只能从牙缝里挤出4个字：成何体统？皇上觉得这样不成体统？我微微歪头，秋水般的眸子盛满困惑，指尖若有似无地在他紧攥的拳上划过。可这是夫妻间最寻常不过的温存呀。我轻身靠近他，近到呼吸交缠在一起。
甚至能看清她浓密睫毛下那双因震惊而微微放大的瞳孔里清晰地映着我的倒影。远山眉黛，秋水明眸，鼻梁秀挺，唇瓣如初绽的樱瓣。烛台突然爆了珠灯花，微弱的声响将李景业惊回神。他急退3步，哗啦的声响，案桌边堆积的奏折被他宽大的衣袖牵扫在地。我看着两人间被拉远的距离，垂下眼帘，轻轻叹了口气，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您如今连碰都不愿让臣妾碰一下了吗？我的声音满是失落。李景业看着满地的狼藉，别开视线，却又看见我委屈的神情，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皇后，朕不是这个意思，你别多想，只是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朕需要一点时间适应。那一点时间是多久？我追问。1旬。李景业试探性问我。我抿直红唇，用带着水汽的眸子凝视他，不说话，端的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他连5秒都没顶住，用视线朝我求饶。5日，行不行？然而，在我的努力下，不到5日，李景业已经完全适应我的存在了。枫叶见证全过程，再次担忧地劝我：娘娘您悠着点，这几日您哄着皇上做的那些事，等皇上恢复记忆，到时咱们麻烦就大了。我满脸无辜，反问：我有做什么很过分的事情吗？枫叶一一列举。您说您最爱皇上亲手做的杏仁酪，很好吃。皇上听了信了，烧了御膳房，做出2块给您，做出2块黑椒。李景业偏还凑过来，眼含期待地问我：好吃吗？弄得我厌也不是，不厌也不是。那次算我失策，误伤自己。您一直忽悠皇上说出他在暗格里藏了谁的画像，皇上知道后，为了找您找出答案，将册格里暗格可能存在的地方翻了一遍。我失望地叹了口气，这不是没找到吗？那您同皇上说他爱惨了您，片刻也离不开您，即便是出来狩猎也要带着您，这又是……我看向不远处，在马背上意气风发的男人，我想出来走走，跟他提了一下。枫叶听到我的话，一个头2个大，可说又说不过我，没法，他是我的人，只能帮着我一起。他快步走到李景业面前，睁眼说瞎话：皇上，娘娘说你想他了。他指了指我的位置。李景业听得一愣一愣的。啊，哦，好，朕这就过去。按照我和枫叶的计划，等李景业过来，继续给他灌输一些他深爱着我的话术。比如，我是被他强掳进宫的，我刚开始不爱他，但他超爱我。再比如，我原本有竹马，只不过因为他是皇帝，一道圣旨下来，被迫和竹马分开。从此一入宫门深似海，所以他得对我更好一些，弥补我。清苑，好久不见。一道熟悉的男声打断我的思绪，声线温和，悦耳至极。我抬头一看，两眼一黑，本该出现在剧本里的竹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谁是清苑？爱卿，你在喊谁？李景业骑着马过来，将我绕在他的圈内，听到林淑燕的话，疑惑地问道：清苑是我的字，但我没说。线下这种情况也不太适合说，就看哪个头硬，敢站出来挑明。我爹一个马踏飞燕冲过来，对着李景业喊道：你直说，是不是又想废我闺女了？李景业，我忽然很好奇，丞相这个位置是不是谁头硬谁坐？李景业翻身下马，走到我身侧，嘘唤着我。原本在我面前表现得十分羞涩的人，在听到我爹的话后，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从上到下将林淑燕扫视一遍。你认识朕的皇后？爱卿也不喊了。气氛凝滞起来，我出声打破：皇上，除了您，在场其他人都认识臣妾。李景业刚挺直的脊梁瞬间弯了点，气势也不那么足了。和枫叶眼神对视上，他瞬间明白我的意思。清场，开演。李景业愤愤不满：朕都没喊过你的字，他怎么能直呼？我听着他语气有责备我的意思，眼泪委屈的一颗一颗落了下来。皇后，不对，清苑，朕没有说你的意思，你别哭啊。我这几天有个重大发现，只要我一哭，李景业再硬的脾气一下就软和了。是陈宇举了。
林书燕的视线从我身上挪开，朝李景业作揖行礼。我拭去泪水，示意枫叶将他扶起来，温声和李景业解释道：“他是我的义兄，许久未见，一时激动，难免有些顾不上规矩。”李景业不信我的说辞，继续狐疑地盯着林书燕，但又不想他多一秒在我面前晃荡。他按下醋意，冲林书燕挥手，示意他退下，别留在这里碍他的眼。我拦住了，神色柔柔，好不容易见义兄一面，怎么说也要留下来叙叙旧。李景业怒了，我落了2滴泪。他答应了。去往百宴暖阁的路上，前朝有急报传来，李景业带着我爹暂时离开，留下我和林书燕。你这个丫头又利用我。柔和又有厚度的声音从我身侧传来。我笑了笑，侧头看了林书燕一眼，温声反问：义兄以前利用我还少了？放心，不白用你，有效果的话，我求皇上给你升职加官。别看林书燕面上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内心都是黑的。她望我良久，轻笑一声：那就谢谢妹妹了。不客气。等我俩慢悠悠走到宴席上时，李景业已经坐在首位了。清苑，朕和岳父已经在这等了近1盏茶的功夫了。朕看你和他聊得很开心啊。我刚坐下，李景业语气不明的话就传过来了。我顺着他的话点点头，是挺开心的。李景业给了我一个幽怨的眼神，但我专注地听林书燕讲的宫外趣事，没察觉到。于是因着我的冷落，李景业对我生气了，自他失忆以来第一次。当我恍然意识到时，已经晚了。我不擅长哄人，便端了道菜到李景业面前。皇上，这道菜是你爱吃的。他冷哼一声，朕现在不喜欢吃这个了。看吧，我真的不擅长哄人。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准备把那盘菜端回来。李景业却摁住我的手，朕在1刻前就不喜欢吃这道菜了，你不知道。再者，即便朕不喜欢这盘菜，可你已经送给朕了，怎么可以又拿回去？你这般伤朕的心，你以为朕以后还会一直最爱你吗？不可能，朕要少爱你一点。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了？好吧，朕原谅你了。菜放下。算了，你人也留下。全场一片死寂。片刻后，我爹朝我竖起大拇指。林书燕视线凝滞在李景业捏着我的手上，沉默了。枫叶直接一个 OS。 娘娘您都把皇上调成什么样了？说实话，我也有点懵。我原本只是想着，既然李景业现在不喜欢吃这道菜，那就给他换一道。他怎么反应这么大？宴席结束后，我仔细琢磨并反思了下。枫叶，你说我现在坦白还来不来得及？惊吓过后的枫叶反倒淡然了。您是想坦白哪件事呢？是每天忽悠皇上他失忆前超爱您，还是忽悠皇上每天都要抱着您才可以安睡？又或者……枫叶一条条说下来，听得我不禁发出质疑。我有忽悠这么多吗？有的，娘娘，您还……停！我听不下去了，打断他，全部，现在挽救应该还来得及。来不及。你这么肯定？因为皇上来找您同寝了。枫叶侧身让开位置，我顺着他的动作往窗外一看，李景业抱着一个枕头从外殿走进来，他抓住我的视线，红着耳尖朝我晃了晃怀中的软枕。算了，忽悠到底吧。李景业走进殿内的第一件事是把枕头端端正正地安放在床榻外侧，再转身缓步朝我走来。他接过枫叶手中的梳子，动作轻柔熟稔地替我梳发。殿内只余我们2人，我坐着，他站着，梳齿梳过青丝，发出细微的响声，在寂静中无限放大，视线在昏黄的铜镜中交汇。好半晌儿，他先移开目光，将那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的耳尖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我的视线里。诱人的绯色从耳廓蔓延至颈侧，在烛光下显得格外脆弱，勾起了我的坏心。我倏地抬手，没有半分犹豫，细白的手指灵巧地缠上了他腰间的玉带，一扯，他身体一僵，似乎完全没预料到我会如此大胆，被迫踉跄着朝我贴近了一步。
隔着薄薄的寝衣，温热的胸膛几乎要贴上我的后背。他下意识撑在梳妆台边缘，稳住身形。皇后，你这是在做什么？李景业低声质问我，只不过这质问听起来毫无力度，反倒像是对我下一步的提前纵容。我勾起一抹弧度，您猜？目光在寸寸往上，停留在他因紧张而抿直了些的唇间，指尖顺着他的胸膛往上，攀着他的肩膀，借力站直了身子，几乎与弯腰扶手的他平视。朕愚笨，他的声音沉了几分，捕捉到我的目光所落之处，猜不出来。猜不出来，我轻笑出声，气息拂过他微烫的脸颊，清晰地看到他眼睫因此颤动了一下。那皇上将臣妾抱得这般紧做什么？朕……他语塞了一瞬，随即理直气壮地低声道：“朕怕你跑了。”他的话音刚落，我微踮起脚尖，在他震惊的眼神里，轻轻印上他的唇角，一触即分。李景业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忘记了。时间在这瞬间仿佛凝固，他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目光过于炙热，过于直白。我压下心头的悸动，故作无辜地问道：“皇上您怎么了？”好一会儿，李景业像是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喉结重重地滚动了一下，问我：“能再亲一次吗？”他的目光牢牢锁住我，像是锁住猎物的猎人，按捺下最原始的欲望，只等我点头。我没有说话，他当作默认。于是下一秒，他耳根染着红意，掌心却以不容拒绝的姿态扣住我后颈，步步紧逼，再到呼吸交缠，攻陷。刚开始我是引导者，他是青涩的索取者。后来他身体记忆恢复，渐入佳境，我成了溃败的逃兵，企图通过后仰来躲避他的围追堵截。他不肯，拖着我往前迎着他，全然被他侵占的彻底。放开我！尾音的含糊不清，全因着他的激进。湿漉漉的眸子在蒙上层雾，也是因为他在作恶。最后恶人还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祈求我再亲一会儿好不好？朕没亲够。我很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连着半月，沾上肉末昏的李景业，天色一暗就在床榻上等着我。要牵，要抱，要亲，睡觉也是，紧紧将我圈在怀中。好不容易让我找到个机会能远离他，眼瞧着就要成功了。他转过身来，长手一伸，环住我的腰，就要往他身上以绝对的姿态占有我。这种恶劣姿势，他失忆前常做，以至于我现在不确定他这样做是出于身体本能，还是他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记忆了。为了让自己安心，我招来太医问清楚，连着问了5个，得到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未曾。枫叶也说我多心了，要是皇上真想起来了，按照他之前的性子，娘娘您觉得？是啊，要是他真的想起来了，应该面上会冷声斥责我胡闹欺君才对。为了不让自己继续多想，我走去御花园散心。花开正盛，如果没有听到李景业和太后以及太后侄女的对话，我应该会有更好的心情欣赏。皇上，您被皇后蒙蔽了，她骗了您。太后侄女穿着一身鹅黄色的衣裳，看起来明媚动人，不过说出来的话却不怎么动听。哦，那郡主你说说看，皇后都骗我什么了？李景业坐在亭子里，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掀起眼帘睨他，属于95之尊的气势全开。赵郡主有被李景业的眼神吓到，但他又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太后，鼓起勇气继续说道：皇上，您从来就不喜欢叶清苑，当初娶她也是迫于形势。她倒好，趁您失意，戏弄您哄骗您，简直是欺君罔上。反观臣女，自幼爱慕皇上，一片真心，庆而慎言。一直沉默的太后突然开口，她摆手示意赵郡主坐回去，扭头慈祥地看着李景业。皇帝勿怪，庆儿性子骄纵了些，她话锋一转，但也不会说假话。皇后这段时日确实有做的不妥之处，母后也觉得朕被皇后蒙蔽，是个连自己心意都辨不清的傻子。李景业反问道，他面上笑着，可眼眸却没有半点笑意。哀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如今的后宫空荡，皇后行为不端，也该。
皇后行为不端。她将茶杯重重地置于石桌上，截断太后的话，她如何行为不端了？溢出的茶水打湿了李景业的手，贴身内侍忙上前想替他擦干，却被他挥开了。瞧见他这般模样，太后的声音也冷了下来。真要哀家直说，你失忆前压根就不喜欢他，否则为何偏偏指望了他一人？站在拐角处的我，听见太后的话，眼里的光渐渐暗了下来。是啊，他怎么就只把我忘了呢？思绪低落间，那边的李景业脸眸，周身气压骤降。朕忘了谁，与朕喜不喜欢谁，有何必然关联？他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庭中的寂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冽。朕觉得皇后很好。李景业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亭子中散开，再落入我耳中。这种古板的回答，我倏地抬头，撞进他漆黑如墨的眼眸中，直白又摄人。我确信，他恢复记忆了。我仓促离开后没多久，李景业也跟上来了。我回凤仪宫，他跟着进，然后大步迈前，将我围困在殿内一角。皇后，他将刚刚那只被茶水弄湿的手伸到我面前，朕被烫到了。他俯首，深邃的眼眸紧锁着我。我垂眸看了眼他的手，指节修长有力，骨节分明，手背上淡青色的脉络微微凸起，此刻确实泛着一抹不太自然的红晕，不像是一杯温热适度的茶能烫出来的程度，估计是他刚进来时故意烫的自己。我面上不动声色，抬起眼迎上他的视线。皇上已经恢复记忆了。李景业避而不答，将那受伤的手又往我眼下递了递。阿苑，朕手疼。但是他对我的称呼已经说明答案了。李景业未失忆前，天天阿苑阿苑喊我，喊得有多亲密，白日里的举止就有多疏离，像个老古板。是什么时候？你真的不心疼朕？各说个话，沟通不了一点。我微微仰头直视他，他却轻身捂住我的眼睛。阿苑这是想要跟朕算账？我的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暗色，只剩下他掌心传来的温度。可以这么说。我拉下他的手。他失忆期间，我确实忽悠他挺多，可他也趁机占了我不少便宜。而且就如今看来，他可能还看了我一段时间的笑话。这笔账得好好算算。那好，李景业轻笑一声，请阿苑先跟朕解释解释，什么叫朕强掳你进宫？朕拆散你和你的竹马。朕爱你，但对你很不好。朕曾求你于凤仪宫，夜夜同寝，日日亲昵。他每说一句，便逼近一分，温热的气息几乎拂过我的额发。我被他这一连串的质问砸下来，饶是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也忍不住耳根发热。事实证明，忽悠一时爽，事后火葬场。尤其是忽悠一个记性好、腹黑记仇的皇帝，后果很严重。朕亲手做的杏仁酪好吃吗？某人低着声音问我，一字一字刮擦着我本就敏感的神经。好吃。声音破碎的不成调子。他摁得紧，我试图顺着他，以此换取自由。真的，真的。我扬颈避开撕膜，泪眼朦胧地望着他，眼神示弱，祈求他松开我一点。然而并没有，他摁得越发紧，一丝缝隙都不留，空气粘稠的如同化不开的蜜糖，呼吸早已被掠夺殆尽。以往用来装可怜的眼泪，在此刻完全失控，大颗大颗地从眼角滚落，阴湿了枕头。阿苑又骗朕。他俯首，温热的唇瓣碾过我的耳垂，留下湿热的控诉。我不服，想反驳，想咬他一口，可所有的话语说出口，都化作了细碎的污液，只能任由他摆弄。这样严重的后果持续了好几天，我真的受不住了。枫叶给我出主意，实在不行您装个醉。我觉得可行。喝下2杯后，我醉了，酒意在殿内肆意弥漫。不知过了多久，殿门被轻轻推开，熟悉的脚步声靠近。他走近几步，在我面前蹲下，声音放得很轻。你酒量浅，突然喝酒做什么？我醉了，回答不了他的问题。他轻笑一声，真喝醉了。我感觉到他屈指刮了刮我鼻尖，动作轻得像羽毛扫过，紧闭着眼，
努力维持着呼吸的平稳绵长，不让他看出破绽。他将我打横抱起，抱好放在床上。我以为他做完这一切就会离开了，可显然我低估了他的禽兽程度。他传水给我清洗干净后，在我身侧躺下了，正对着我，离得太近了，近得我能隐约地感受到他目光的逡巡，像带着实质的温度，一寸寸熨烫过我的唇、鼻尖，最后停留在眉眼上。我装醉，但他一口酒都没喝过的人，看起来醉得比我厉害，一个劲地喊我皇后、阿苑、夫人，时不时摸摸我的脸，捏捏我的耳垂，揉揉我的手心。我强忍着想睁眼的冲动，将脸颊无意识地在枕上蹭了蹭，发出一点含糊的鼻音，蒙混过关。小骗子！他突然低声骂我，我身体一僵，还以为是自己装醉被他识破了。他下一句，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朕在暗格里藏着谁的画像？你再哄骗朕一次，朕就告诉你。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投入湖心的石子，在我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他是不是觉得戏弄我很有趣？酸涩和委屈一同涌上心头，我将脸更深地埋进枕头里，许久无声。他低低地叹息一声，小酒鬼。他又骂我，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朕的暗格里藏着谁的画像吗？朕告诉你，那画里的人。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陷入回忆的恍惚，让朕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不敢靠近。太近，怕唐突了他；太远，又怕冷落了他；更怕他心里装着别人。他的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我的耳垂。后来啊，他轻笑一声，那笑声里却没什么欢愉，反而带着点自嘲的意味。朕终于有机会把他留在身边了，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怕他厌恶皇宫，厌恶朕。他自嘲的低笑，我藏在背中的手悄悄攥紧了。他在自卑，朕只能笨拙的用最拙劣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在他面前维持他理想夫君的模样，想让他喜欢朕一点。结果只把他推得更远。他拨开我脸颊上挡住的发丝，低声问我：阿苑，你告诉朕，朕该如何对你？我装不下去了，睁开眼，对上近在咫尺的他。我的眼神清明，半分醉意都看不见。你装醉？李景业瞳孔骤然紧缩，声音发紧，带着一丝被戳穿的狼狈和不易察觉的慌乱。对，装醉。我迎着他震惊的目光，语气平静，心底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有得知他心意的欣喜，更有被他瞒骗良久的委屈。我顿了顿，看着他瞬间紧绷的下颌线，故意放轻了声音：皇上要治我欺君之罪吗？态度温和但挑衅。李景业像是被这句话噎住了，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方才吐露心声的诗意被窘迫取代。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帝王威严的话来挽回面子，但在我执拗的注视下，他只是泄气般的低叹一声，耳根又是通红的那种。他避开我直视的目光，有些狼狈地别过脸去，声音闷闷的：朕何时说过要治你的罪？殿内一时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只有烛火燃烧的噼啪声和我们略显急促的呼吸声交织。他方才那些剖白心计的话语还在耳边回响。我突然好奇，他眼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模样？那些被他珍藏在暗格里的画像究竟是什么样？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再也按捺不住。得到李景业的允许后，我带着枫叶再次踏入了勤政殿，但他没告诉我具体的位置，只说我爹知道。我进去，发现我爹在整理奏折。爹，我开门见山，目光扫过殿内各处可能藏匿暗格的地方，您知道皇上的暗格在哪吗？暗格？我爹一愣，随即回想了一番。我点头，这不就是……我顺着我爹指的方向看过去，放在书架上明晃晃的两个大匣子，这叫暗格。我让侍卫把两箱都搬下来，一幅幅打开，全是我的画像，从年少至今，每一年都有。我爹不知何时踱不过来，悠悠地探头看了一眼，闷声道：闺女，都怪爹，要不是当年爹脑抽风带你去参加什么春日宴，被这混小子一眼盯上，你也不至于。好在他是真心对待你的，你每次一生气，
他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跑来问我怎么哄你，那副样子。故事的发展有点不对劲，我缓缓出声问道，所以他之前在我生气的时候舞剑，是你给出的主意？我说你喜欢阳刚一点的男人。我爹脸上挂着小得意，怎么样，爹这招管用吧？他后来跟我说你一下就气消了。我是气消了吗？我那分明是气得更狠了。总觉得我爹骄傲的小表情后面还藏了许多事，我索性也将心中的疑问问出。爹，那你知道皇上不爱进入后宫的原因吗？是那时你自己说的，如果未来夫君是一个沉迷声色的人，宁可不嫁。被他听见了，我僵在原地，不理解自己在家说的话，他怎么会听见？他拿着女戒来找我请教学问，路过听见的。我爹没好气地哼了下，我不死心继续问，他对我疏离。我爹用一种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眼神看我，你不就喜欢这种类型？高冷、矜持、有距离感，主动粘上来的你又不稀罕，你忘了？小时候隔壁王家那小子天天追着你跑，你烦得要死。我听完，两眼一黑又一黑。您可真是我的好亲爹啊！番外男主视角，朕失忆了，但朕自己不知道。叶向那个老狐狸说是朕翻后空翻弄的，朕不信。朕这不是还清晰地记着他是只老狐狸吗？直到他说女儿是朕的皇后，其他人也说是，朕才知道朕是真的失忆了。朕谁都没忘，只忘了皇后一人。按照逻辑，朕该有多讨厌她？不行，朕要废后，废不了一点。真不愧是朕的皇后，连哭都哭得这般好看。晶莹剔透的泪珠无声无息地从她那双盛满星光的眼眸中滑落，脆弱、倔强、骄傲在她身上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矛盾到极致的美。唉，怪朕惹她伤心了。等会儿没人时，赏自己一巴掌。在线求助，皇后主动来找朕睡觉，要怎么嘚瑟才能让全皇宫知晓？她还主动抱朕，这是朕能享受的待遇吗？朕害羞了。皇后说喜欢吃朕亲手做的杏仁酪。好，立马做。朕意气风发，大摇大摆地走进御膳房，撸好袖子，扭头问御厨：哪个是锅？御厨。朕做出2块成果，黑色的。御厨说杏仁酪就长这个模样。皇后吃得很开心，看来朕做成功了。皇后好软好香好漂亮好温柔啊！朕好幸福，转圈。果然，太幸福了是会遭人嫉妒的。皇后居然有竹马，那朕呢？朕是什么？土匪头子。皇后说的。她说当初是朕强拆他俩，把皇后掳进宫的。但凡强掳对象换个人，朕都不信。可这是皇后啊，朕的皇后啊！失忆前的朕干得漂亮。皇后让朕给那个临时们验升个职，弥补一下。皇后心地真善良。行吧，朕是个明君，将她调离京城到外地锻炼去了。这人是个干实事的好官。不出半月，惹得一堆人弹劾他。朕欢喜地把弹劾的奏折看了10几遍。这几天朕脑海里总闪过一些画面，可为什么看起来和皇后的关系这么冷淡？朕真能忍住。朕不信。岳父说阿苑喜欢对他高冷疏离的夫君，朕有在努力做到，但朕现在失忆了。阿苑说朕超爱他，朕每晚必须和他同寝才能睡好觉，朕要抱着他，可以肆无忌惮的那种。谁说失忆不好啊？失忆可太好了，居然有人质疑朕不爱阿苑。笑话，有人会不爱自己的白月光加朱砂痣？隐瞒恢复记忆被发现了，朕其实有点心虚，但阿苑看起来比朕更心虚，那就算账吧。朕一直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朕的青春，朕的爱人，朕的妻子，全在朕怀里。藏了阿苑这么多画像，他找到后会不会以为朕是变态？不行，朕不允许。岳父，速来帮朕。算了，你还是别帮了，再听下去朕都想哭。变态就变态吧，反正阿苑每晚都骂我，多一个罪名不多。
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